如果想做伴手礼，味道又不能输，还要看上去比较高级，那一定要做这个布列塔尼酥饼。这是在盛产奶油和盐的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传统烤饼，起源于19世纪末。建议用发酵黄油来做，烤好后整个屋子都可以闻到黄油的芳香风味。配方中不添加一滴水，成品口感非常酥松，入口即化。今天用了小山进大师的配方来做，不需要添加泡打粉，也照样酥得掉渣，而且做起来也很简单。黄油提前在室温下软化好，用打蛋器搅打成膏状，再加入海盐和糖粉，糖粉要过筛加入。原配方中要加1克的香草糖，我没有香草糖，就加了一点香草籽，没有的话可以不加。先用蛋抽轻轻地把它们拌一拌，拌匀了，然后再用打蛋器打，要不然就会像施工现场一样。拌匀以后加入蛋黄，然后搅打均匀。再加入朗姆酒，打匀。再筛入面粉，杏仁粉。这个杏仁粉是不建议省略的，如果没有杏仁粉，你可以换成榛子粉、核桃粉，反正要放一点坚果，这个饼干吃起来才会香。用刮刀翻拌至看不到面粉就可以了。就这个样子，这个饼干面糊就做好了。放在保鲜膜上按扁，擀成0.8到1厘米的厚度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去冷藏1个晚上。如果你实在着急的话，那就冷藏2个小时以后再做，因为要有一个让材料的味道融合的时间。如果只是自己在家吃又没有模具，那就给它再擀得薄一点，随便找个瓶盖啊之类的东西压成饼干胚，表面刷一层蛋液，放到烤箱里160度烤15到20分钟就好了。如果想做的看上去高级一点，那一定要用模具来做了。压之前建议冷冻20到30分钟再压，这样面胚不会太软，从模具里取出来的时候不容易变形。模具压之前先蘸一层面粉，这样也比较好取出来。饼干胚做好以后，先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，防止它变软变形，然后再来打蛋液预热烤箱。通常大部分配方就是蛋黄加牛奶或者水拌匀了刷在饼干上。小山进大师的书里需要更多的材料，刚好这些材料我家里都有，那就试一试有什么不同。把所有材料放在一起拌匀，再过筛就好了。然后在这个面胚上薄薄的刷一层，刷好以后放到冰箱里冷冻10分钟。这个时候就把模具里边全都涂上黄油。我买的是50乘25毫米的，就为了这几个模具，我算计了半天，齁老贵的，就买了8个。还花了小50块钱呢，所以我一炉只能烤8个，这费劲呢。第1层蛋液凝固了以后，在表面再薄薄的重新刷一层，一共要刷2层蛋液，然后用小刀在上面画上花纹。如果只做一开始我展示的那个薄款的饼干，那就在表面刷1层蛋液，然后画上花纹就可以了。刷完蛋液画上花纹，再把饼干模具套回去，套在上面的模具最好是大5毫米，这样就不会有多出来的面胚了。多出来的我就拿牙签给它刮了，又放回剩下的面团里重新擀开。书上写的是160度烤45分钟，第一次烤我是给它放到烤箱的下层，用160度烤了40分钟，因为我看颜色合适了就给它拿出来了。然后在书里学了一个专业名词，去除高热，就是给它脱模放在晾架上晾凉。我分析了一下，烤完的饼干侧面如果是这样，看上去很疏松，一层一层的感觉，那就成功了。因为大师书里的成品就是这样的。用这种钢圈一定要刷油，我这儿有一个忘了刷油的，脱模的时候把表面的蛋液都带下来了，样子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啊，完全不高级了。这个饼干我觉得擀到0.8毫米的厚度比较合适，因为太厚了中间烤不透，要不就是加时间，要不就是中间吃起来不够酥。烤第一锅的时候我给忘了，书里还提到了烤之前在表面撒一点点的装饰盐，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有层次。我撒的是盐之花或者海盐都可以。做之前我看了一下，这个饼干好多配方都会加泡打粉，小山进大师的这个配方是不含泡打粉的，看它膨胀的也很好，
黄油软化好，充分搅打均匀就好了。而且加了泡打粉，口感就过于酥松了，并不一定够酥就好。因为带着模具不容易烤透，第二次烤的时候，我就先用160度烤35分钟，看它表面上色了，也定型了，就把模具取下来，再打开热风继续烤完。温度要不要下调，具体看你的烤箱情况来定。因为我这个烤箱打开热风以后，它就变成风炉了，温度就变高了，所以我要往下调一下，它烤出来的颜色才会比较好看。烤完以后再放在晾架上晾凉就可以了。只有8个模具的我，就这样一锅一锅又一锅的，终于给它烤完了。对了，如果觉得小山进大师表面刷的那个料特复杂的话，那就用1个蛋黄加5克淡奶油，再加5到10克的牛奶，拌匀过筛再刷来用就好了。用它那个配方烤出来的饼干，闻起来会更香，吃着也不会觉得甜腻，很有层次，甜中带咸，真的无敌了。我觉得一块饼干至少可以多卖2块钱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啦。我的视频是有点啰嗦啦，但是我真心想跟你们分享一些制作心得，希望你们能喜欢。喜欢的话一定要帮我点赞哟。